过年打牌，表哥贪婪地看向我女朋友，他忽然开口：“表弟，咱玩点刺激的吧。”我眉头微皱，随后表哥提议：“如果这把他赢了，就让我女朋友陪他一晚上；如果他输了，就让他未婚妻陪我一晚上。”亲戚们纷纷说表哥喝多了，表哥却一把推开几个亲戚，对我发出挑衅。我答应你。我同样眼神炽热的盯着表哥的漂亮未婚妻。表哥不知道这副牌早就被我做手脚了，我知道他底牌是3条 A， 他以为抓到3张 A 就通杀一切，天真了，因为我抽到235，黑桃2，红桃3，梅花5，235专杀豹子。表哥有些不可置信看着我，他没想到我答应了他的提议。亲戚们纷纷劝我不要答应表哥的要求，毕竟这种事情太荒唐了，如果输了，这辈子也别想抬起头来。你疯了！我爸走上来踢了我一脚，他满脸失望地看着我，因为他从小就教育我，一个男人一定要尊重自己的女人，无论什么地步都不能让出自己的女人。我答应表哥的赌局，就等于把自己女人当玩物。刘磊，你赶快给你表哥道歉，你表哥给你开玩笑的。我妈也来我面前指着我鼻子怒斥道。听到我妈的话，我气血直冲，死死盯着我妈。给表哥道歉？明明是表哥先开口侮辱我的，我为何要道歉？小磊啊，你表哥和你开玩笑的，你给你表哥道个歉，这个事就过去了。大舅也走上来，装模作样的劝解我。我眼神冷冷的看了大舅一眼，这个老畜生难道没看到是自己儿子先找茬的吗？爸，不要劝了，表弟既然答应押上自己女朋友，我不介意替他照顾弟妹一晚上。表哥叼着烟挡在大舅和我之间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这时女朋友和表哥未婚妻走了进来，两人刚才出去聊天去了。屋里的人简单将事情经过解一遍，表哥未婚妻顿时怒火冲天，至于女朋友嘴角却露出一丝微笑看着我，似乎在问我是不是真的。小倩，不要听小磊胡说八道，他就是和他表哥杠上了。我妈走上来拉着女朋友劝解道。小倩，我现在给你教训这个畜生，我们老刘家的男人绝不能拿女人当玩物。我爸说着就走上来要扇我耳光，在他看来，我女朋友虽然露出笑容，可那笑容有些不对劲，他担心我们闹分手。不管是我爸还是我妈都对女朋友非常满意。叔叔，不要打他。女朋友走上来拦在我爸和我之间，你这样还护着他，我爸气直跺脚。女朋友柔声道，叔叔，我相信刘磊，相信他不会把我推给其他男人的，他一定有必胜的把握。我爸听到女朋友这样解释，顿时气说不出话来，没想到女朋友竟然相信我这个混球。女朋友来到我面前，露出一丝温婉笑容，你确定把我推出去当赌注？确定。我咬了咬牙道，我现在被逼到墙角了，现在只能拿你当赌注。女朋友闻言低下头，用手揉了揉眼睛，下一刻她脸上滑落泪水，看上去伤心欲绝。表哥眼睛盯着我女朋友梨花带雨的样子，越来越垂涎。我冷笑走上前，挡在表哥身前道，表哥，我既然押上女朋友，你也要押上这位未来的嫂子吧。说到这里，我也望向表哥的未婚妻，还别说，表哥未婚妻身材高挑，皮肤很白，鹅蛋脸，蜜桃臀，36E，一双大长美腿裹着白丝袜。你胡闹什么？既然拿你嫂子开玩笑，我妈彻底听不下去了，走上来一耳光扇在我脸上。我胡闹？我捂着脸盯着我妈低吼道，明明是表哥先让我压住女朋友在前，我为何不能让他压住他的未婚妻？你为何不给你表哥道歉？是你在酒桌上先惹他生气的。我妈愤怒地指着我骂道，他若不生气会提出这种赌局吗？听到我妈提及酒桌上事情，我差点气吐血。酒桌上，我妈站起身来向表哥敬酒，结果表哥没站起来，而且将自己的杯子端得比我妈还高。熟悉酒桌规矩的人都知道，表哥这样做根本不尊敬我妈，他在社会上混迹了10几年了，不可能不懂这个规矩。我看到这一幕，当即站起身来夺过我妈手中的酒，然后问服务员，你这酒是不是有问题？敬狗，狗都不喝。说话间，我把酒倒在狗盆里，表哥当场脸色难看无比，幸好其他亲戚及时化解尴尬。酒后表哥就提出炸金花，而且还是单独找我炸金花，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。我懒得搭理我妈了，直接望向表哥冷声道，表哥，谁怂谁是王八？你既然把我女朋友当成赌注，今天你必须把你未婚妻当成赌注，要玩就玩到底，如果不敢玩，直接滚蛋。从此见到老子低头走路，表哥脸色更加难看。大舅走上前拉住了表哥，表哥嘴角露出一丝残酷笑容道，爸，你不要拦着我，我今天要教训教训这个小东西。说话之间，表哥捂着手让大舅看了自己的底牌，大舅脸上顿时露出灿烂的笑容，他再次来到我面前，假惺惺地笑着道，外甥啊，不要和你表哥赌了，今天向你表哥低个头，弯个腰，敬个酒，这事情就算过去了。多谢大舅，你还是想着如何说服你未来的儿媳妇答应这个事情吧。我冷冷地看着大舅一眼，大舅闻言指着我怒骂道，小畜生，你真是不识好歹。我懒得搭理大舅，看向表哥嘲笑道，表哥，我女朋友已经答应这个事情了，
你怎么说服这位嫂子？表哥转身走向他未婚妻，表哥未婚妻脸上带着寒霜盯着表哥，他正想说话的时候，却被表哥拦住了。答应我这个事，你就算输了我也会娶你，而且给你娘家300万。我知道你家人很缺钱。表哥未婚妻身影一颤，如果我赢了，我不会碰表弟女朋友的。表哥假模假样的笑着解释道，我会找几个兄弟恶心他。表哥未婚妻最终答应了表哥的要求。表哥转身走向我，眼神带着几分挑衅道，表弟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只要你向我下跪道歉敬酒，我会放弃这场赌局的。我深深的看了表哥一眼道，表哥，你今天当着所有亲戚面说句实话，我妈对你们一家怎么样？对你怎么样？我妈是个标准伏地魔，她是家中长女，她有5个弟弟和1个妹妹。嫁给我爸第1天就让我爸帮扶她5个弟弟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爸背上沉重的负担，他不敢有丝毫反抗余地，因为一旦反抗，我妈就闹着离婚，而我也会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。我爸是个教师，深深知道那些单亲家庭对小孩造成的伤害，所以他一直忍受着这件事情。于是我爸上课教书，下课卖菜，他这辈子的打拼几乎全部被我妈拿给5个弟弟了。不止如此，5个舅舅的儿子也全部扔给我妈，让我妈带着，至于他们则出去工作去了。眼前这位和我赌牌的表哥是大舅家的长子，在我们家时间最长，他在我家的待遇比我都好，从小和我打架，挨打的永远是我，被罚跪的永远也是我。我恨我妈，更心疼我妈，所以今天我妈向他敬酒，而他竟然连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妈，我当时就来气了。表哥听到我的话，脸上明显挂不住了，因为很多亲戚都知道表哥从小到大都住在我们家的事情，而大舅脸色也不好看，大舅妈脸色难看无比，直接将桌子上的茶杯扔在地上。你闹够了没？我妈气得走上来扇在我脸上，怒斥道，要赌就赌，不赌给我滚出去！你干什么打儿子？明明是你侄子不敬你在先，儿子也是为了你找回场子。我爸冲上来对着我妈嘶吼道。我妈转过身怒骂道，你儿子就像你，一点小事情斤斤计较，耀祖社会经验少，不知道酒桌规矩而已。我爸气得脸色通红，如果说王耀祖不懂酒桌规矩，那在场恐怕没人懂了。好了，表弟，不要在这里乱找话题拖延时间了。表哥指着我冷笑道，没用的，你今天要么下跪道歉，要么让你女朋友陪我。说到这里，他看了下大舅、二舅、三舅等人，几个舅舅直接将我妈和我爸妈拉到一边了。我看着表哥，神色冷峻无比。既然表哥如此自信，咱们现在可以开牌了。开牌？表哥叼着烟看着我道，表弟，我说了，既然玩就玩到底，玩的对方输掉女人，杀的对方倾家荡产为主。既然表哥这么玩，我奉陪到底。我冷冷地看了表哥一眼，女人只是这场赌局的附带赌注，我押30万现金。表哥转身看了下大舅，大舅直接搬出一个纸箱子，纸箱子全部都是红票，足足有30万现金。看到表哥押注30万现金，我脸色凝重下来。表弟，认输吧。表哥吐了一口烟圈，在我脸上笑道，我炸金花从来没输过，你翻不起身来的。啪，我直接从兜里掏出我的奥迪 A6 钥匙。表哥看到拿出奥迪 A6 的钥匙，顿时笑道，表弟啊，这辆车不错，二手市场上足够卖30万了，不过你如果就这点家底，还是别玩了。他转身望了一眼二表哥、三表哥、四表哥、五表哥4人，4个表哥纷纷会意走上来，各自搬着一个箱子。打开箱子，里面同样全部都是红票，每个箱子里有30万现金，合计起来有120万现金。4个表哥吞云吐雾，各自轻蔑地看着我，你们不能这么……哇！我爸颤抖着声音吼道，他脸色惨白一片。他想冲过来，可却被几个舅舅拉住了。姐夫啊，晚辈的事情我们不要管。大舅叼着烟看着我爸笑着道，而且你应该懂这个赌桌上的规则。听到大舅提及的赌桌规则，我爸身体再次颤抖了下。我抬起头看着表哥咬牙道，表哥，没想到你们都商量好玩我啊。按照我们事先约定的规则，如果我不跟就算弃牌，一旦弃牌，之前所有的押注都要输得一干二净，可想跟牌要有这个实力啊。这几位表哥联合起来竟然拿出120万现金，不，应该是150万现金了。表哥冷笑道，你现在跪下磕头，给我敬茶认输，我可以免除你的钱，但是弟妹还是要陪我1晚上，这样让弟妹跟我挤晚上，1天1万抵债。二表哥也叼着烟吞云吐雾，也算我们一份，1晚上1万，我们会把弟妹照顾得白白胖胖的。3表哥、4表哥、5表哥也纷纷表示。我低下头，拳头握得越来越紧。小磊，你敢答应这几个畜生的要求，我弄死你！我爸红着眼睛嘶吼道，把家里的房子压住，这么丢人的事情，我爸绝对干不出来的，他宁愿流落街头。听到我爸的话，我沉声道，我在合肥有套房子，面积103平方，同户型的二手房价格总价在153万元，没有1分钱贷款，我当150万押上。说话间，我从怀里面
直接掏出房产证扔在赌桌上。大表哥和其他几位表哥相互对望了一眼，他们个个眼神炽热地盯着房产证。你混蛋！女朋友走上来捶打着我的胸膛，我紧紧地抱着女朋友道歉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就不能给你表哥跪下道歉吗？有这么难吗？我妈也急了眼走过来训斥我，我看着我妈心如死灰，根本不想和她搭话，而后重回赌桌盯着大表哥。大表哥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道，表弟，我现在让你见识下什么叫财大气粗。他直接掏出房产证扔在桌子上，这是灰金的一套房子，面积120平米，单价3.6万元，我算420万。表哥手指指着我骂道，你算什么东西，和我比房产？随着表哥拿出灰金的房产证，在场许多亲戚都坐不住了，他们看向表哥的眼神变了。表弟啊，给大哥跪下道歉，让弟妹陪我们几晚上，这个事就算过了。二表哥笑着道，你怎么就这么倔强呢？大姑给大哥敬酒不是很正常吗？毕竟大哥混得最好。二表哥也一脸嘲笑地看着我，我脸色阴晴不定，而后望向我爸。我爸脸上带着深深的绝望之色，双目都空洞了，像是一瞬间苍老了许多。能跟就跟，不能跟就弃牌认输。大表哥拍着我的左脸道，小磊跟。这时小姨的声音传来，小姨穿着打扮非常时尚，她在家里面排行老幺，可是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，注定很悲剧。从小就被姥爷和姥姥灌输着为家里做贡献的思想，说白了就是输血养几个舅舅。可小姨是个清醒之人，她外出打工后钱都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哪怕姥姥和姥爷打她，她也不松口。这样的小姨也注定不被我妈喜欢。我妈认为我小姨是个白眼狼，不帮家里面，让我不要联系小姨，所以我对小姨非常陌生。我没想到关键时刻小姨站出来了，你个赔钱货，谁让你站出来的？大舅看到小姨走出来，顿时怒了，他走上来扬起手就要扇小姨的耳光。不要忘了赌桌上的规矩，你若敢打我试试。小姨扬起脸看着大舅冷声道。大舅扬起的手顿时停下来，而后恶狠狠地看着我小姨道，你给我等着瞧，赔钱货，我儿子的事不要你管。我妈也冲上来看着小姨冷言冷语，你个白眼狼。小姨扫视着我妈嘲讽道，王招娣，我有时候在想，你为何这么犯贱，贱到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维护。我妈听到小姨的话怒火冲天，她扬起手扇小姨，不过很快想起赌桌的规矩就放下手了。打我？我可不像你儿子那样惯着你。小姨非常挑衅地看着我妈一眼，我妈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小姨哆嗦道，滚，早知道不喊你参加家庭聚会了。小姨懒得搭理我妈，而后望向我笑道，外甥需要小姨支援吗？小姨，谢谢你，我需要你的支援。我激动地握着小姨的手。小姨缓缓地从背包里拿出一张房产证，是杭城的一套房，面积在150平米，总价430万左右。大表哥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他死死地盯着小姨道，小姨啊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。小姨懒得搭理大表哥，直接找个椅子坐下来。我看着大表哥笑道，表哥继续啊。大表哥望着二表哥等人，5个表哥纷纷拿出手机，各自在手机上展开了操作。10分钟后，大表哥拿着手机打开自己的支付宝，他支付宝上赫然有800万余额。我压住800万，大表哥眼神冰冷地看着我一眼，我不信你还能跟上来。当大表哥说出800万的时候，周围围观的亲戚们纷纷睁大眼睛，疯了，简直都疯了。王耀祖压住了800万元，不过小磊恐怕难以跟住了。800万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赚800万元。周围的亲戚们神色复杂无比，他们目光死死地盯着牌桌，也期待着这场赌局的胜负。我爸嘶吼着道，儿子不要怂。爸将家里的门面压上，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房产证扔了过来。我看着我爸的房产证，这是我们家在城里的第一套房，承载了我们太多的记忆了，也是我们家的立足之本。虽然面积不小，可单价低，只值300万左右。姐夫，你这门面虽然值钱，可距离800万相差甚远啊。大舅嘲笑我爸道，姐夫，你还是让你儿媳妇多陪陪几个表哥吧。二舅等人也纷纷嘲笑我爸。我爸铁青着脸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不行，这房子还有我一半，我不同意。压住我妈愤怒的嘶吼道，你……我爸听到我妈的话，眼前一黑，身体站立不稳，坐在地上了。我听到我妈的话，再也忍不住了，仿佛万箭穿心一样。这套房子和我妈1毛钱的关系都没，是20年前我爷爷被人撞死赔的钱买的。当年买这套门面的时候，我妈跟我爸闹，于是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。2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买房用的是现金，所以这套房子按照法律而言，我妈能拿一半，一半就是150万，这对我来说是致命打击。妈，求你了。我看着我妈道，你就不能为我着想一次吗？我妈红着眼道，跪下，给你大表哥跪下道歉，赌桌上的东西都给他，至于你女朋友的事，
我来商量，就让他在你大表哥家住几晚上，走个形式而已。王招娣，你疯了呀！一旁的小姨气的指着我妈破口大骂。我妈指着小姨冷声道：我没疯，我都是为了这个家，我没有错，错的是你们一个个斤斤计较，我斤斤计较。这个家到底是谁的家？小姨闻言指着我妈嘶吼道：你既然想玩，我今天玩到底。她颤抖着拿出手机，开始四处筹钱借钱。我看着小姨有些不忍，毕竟小姨和我之间没什么感情。你现在没退路了，退就彻底输了，不退还有一线生机。小姨似乎看出我想说话，她抢先一步打断了我的话。小姨说的对，你不想让我遭受羞辱，就好好干下去。女朋友红着眼睛来到我面前低声道。听到小姨和女朋友的话，我也拿出手机开始四处借钱，可是借了几分钟才凑齐550万元，而我爸那半套门面是150万元，合计起来700万元，还差100万元。一帮穷鬼，拿什么和我斗？还有3分钟的时间，如果你们无法凑齐800万，算是弃牌。大表哥冷笑着看着我，小姨脸色煞白，我咬牙盯着手机，女朋友却转身离开。1分钟后，拎着一个箱子走了过来，打开箱子，箱子里面全是红票，恐怕有几百万，好多的钱，恐怕有800-900万吧。许多人看到箱子里的钱，估算了下，至少有800-900万元。表哥、大舅等人豁然站起身来，他们眼神更加炽热地盯着箱子。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女朋友搞到800-900万元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拉着女朋友的手询问道。我和邮轮上的人商量了下，从他们那里借来900万元，条件是以后在他们船上工作一辈子。女朋友看着我认真道：你好傻啊。我深深地看了女朋友一眼。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艘泰国邮轮上，邮轮所在地正是公海区域。这次过年大家族聚会，选择了来泰国旅游，后来报名来到这艘赌船上玩耍。大表哥叼着烟道：900万加上之前的700万，你们想开我的牌啊？这恐怕会让你们非常绝望的。我看着大表哥冷声道：咱们这样玩下去也没啥意思，耽搁大家时间。我现在押注1600万开你的牌。众人纷纷望向表哥。大表哥直接拿出自己的3张牌，啪啪，3张牌全部砸在桌子上，砸的桌子啪啪响。3张牌赫然是3张 A。 你们不是想看我的牌吗？我现在给你们看，让你看看什么叫炸金花的天花板。我的牌就是天花板，我今天注定要横扫一切。表弟，我会好好照顾你女朋友的。大表哥嚣张无比的声音传来，他此刻气焰嚣张到极点。3条 A， 我操，这是豹子中的天花板啊！我约，这是豹子中的天花板啊！哎，真没想到王耀祖竟然拿到豹子里的天花板。许多亲戚看向桌子上的3条 A， 心有余悸，有人后悔没下注表哥这边，否则也能顺便赚一波。3条 A， 小姨看着表哥的3条 A 颤抖不已，她身体退后几步坐在地上了。她这辈子所有的奋斗都烟消云散了，她不甘心命运如此不公啊！明明她拼死奋斗了，可到头来还落个如此凄惨的下场。3条 A， 我儿子果然厉害啊，乃是气运之子啊！大舅更是鼓掌大笑。3条 A 是炸金花里最大的牌了，谁人能敌？意味着自己儿子将暴富一笔，将暴赚1000多万元啊！大哥厉害，几个表哥兴奋无比，因为表哥答应给他们分红了，甚至可以一起拥有表弟女朋友。我妈指着我怒斥：你个蠢货，让你给你表哥道歉，你竟然不从，你活该！幸好我保住了我这份资产。大表哥更是敲着我的头道：表弟啊，你这辈子别想争过我，你的东西只要我看上，那就是我的，包括你女朋友。听到表哥的话，我凄然一笑。大表哥说的话难听，却很多都是事实。由于大表哥从小生活在我家里，我爸买给我的玩具永远先给他玩，我只能穿他穿过的衣服，用我妈的话来说，不能浪费，要节约。上桌吃饭的时候，我永远要排在大表哥后面。你就这么确定你能赢？我死死地看着大表哥道。我确定我能赢。大表哥背负双手看着我一眼。我直接拿开自己的3张牌，赫然是黑桃2、红桃3、梅花5。3张牌掀开的瞬间，让所有人发出惊呼。我操，我看到什么了？不同花色2、3、5，黑桃2、红桃3、梅花5。我操，这种最小的牌竟然出现了，这可是专杀豹子的牌啊！我约，罕见的牌局啊！3条 A 竟然被235杀了，这种牌局在牌桌上非常少，我玩牌10来年没见过几次，我连1次都没见过。王耀祖输了，输惨了，亲戚们都在讨论着这场牌局，有人甚至拿手机记录下这一幕。小磊，你的牌是黑桃2、红桃3、梅花5，这是不同花色235啊！原本坐在地上的小姨已经站起身来，她满脸兴奋地看着桌子上的牌，这局保住了她的家产，这辈子的奋斗又回来了。不可能！大舅脸色发白，眼前一黑，晕倒在地上了。2舅、3舅等人也纷纷颤抖着身体，他们也算间接参与了这场赌局，他们输光了家产。
几个表哥如丧考妣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大表哥疯狂地叫着，他身体倒退几步。这个牌局不算，不算，你们表兄弟之间闹着玩的。我妈慌忙上来打圆场，同时她用手掐了我的胳膊，向我暗示：王招娣，你无耻！小姨指着我妈怒吼道：这是我儿子，我们家的事轮不到你管，你个赔钱货，没人跟你站在一块的。我妈指着小姨骂。小姨刚想说话，却被我挡下来了。小姨，让船上的人过来清点物品，让会计也过来，让他们去国内代办一些业务。我看着小姨笑着道：毕竟在公海邮轮上，像房子、车子等国内的固定资产没法处理。不过作为合法赌博邮轮也推出自己的新业务，他们有专门的会计师和法务，可以去客人所在的国家代理出售一些固定资产。当然这也需要固定资产主人签字同意才行，如果不签字的话，赌博机构有的是办法说服你签字。我妈一听急了，她抓住我的胳膊道：小磊，你不能这样啊，你大表哥和你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能当真呢？我看着我妈冷声道：玩笑？你觉得这是玩笑吗？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说话，最后一次。人心中的感情都是慢慢消磨的，自从我记事以来，我的感情就开始消磨了，这次赌局彻底将这份感情消磨殆尽。我妈闻言顿时哭了道：小磊，你怎么变得如此冷血无情了？我直接挣脱我妈，来到表哥面前笑着道：大表哥，这场赌局满意不？大表哥慌忙露出谄媚的笑容道：表弟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伤和气。是啊，外甥，都是一家人，千万不要伤和气。几个舅舅也纷纷走上来露出笑脸，几个表哥更是争着给我点烟。伤和气？我眼神轻蔑地看着几人道：咱们之间的和气早就伤没了，老老实实的拿钱完事吧。你个自私冷血鬼！几个舅舅闻言破口大骂，大表哥等人更是气得想上来打我。小磊，这样让你表哥站起来敬我酒，把杯子放低一些，这个事就算过去。我妈走上来提出条件。对啊，我敬大姑酒，绝对把杯子压低，绝对弯腰。大表哥也慌忙附和道。我像是看傻子一样看大表哥道：大表哥，你弯腰敬酒值几个钱？现在在我看来1分钱都不值。大表哥闻言大怒，我妈、舅舅们等人再次拦住我，谁敢动我，我告诉保安，任何人都不例外。我对着我妈嘶吼道。我妈吓得退后几步哭道：小磊，你彻底变了，你逼得我转身走向了邮轮的医务室。我爸刚才昏迷过去，躺在医务室里了，好在现在醒了。他头发花白，这辈子操心太多了，某种意义上说他养了6个儿子不止，只有我一人算他真正的儿子，至于那几个都是我妈的弟弟侄子们。爸，你这辈子受苦了。我看着我爸笑着道：你不用担心了，我赢了。我爸闻言握着我的手激动道：你对不起人家姑娘。我想起了女朋友，转身走入我在游轮上的卧室里。谢谢你，我会加钱的。我看着眼前的女朋友行礼。其实这个女朋友是我租来的，没办法，我爸老是催婚，于是从网上租来一个女朋友。刚开始我不同意大表哥提出的无理要求，但是女朋友暗中发消息给我，让我同意，只需要加钱即可。然而后来的局势发展越来越不受控制了，我没想到女朋友能全力支持我。女朋友看着我露出一丝狡黠道：你猜我为何这么支持你？我又不傻，难道你看上我大表哥了？我笑着调侃道：我哪能看上他？女朋友摇了摇头道：我看到你布局了，我也知道你俩的牌，所以就答应了你的事。你可要记得咱俩之间的赌约。我擦，我忍不住骂了一句，这位女朋友竟然看到我布局的事情了，原来这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中啊！恭喜你啊，这次不但赢钱，还抱得美人归。女朋友看着我美眸一眨一眨的，我想起了表哥的未婚妻，人的确漂亮，她和我大表哥之间恐怕不可能了，因为大表哥注定倾家荡产，这辈子无法翻身了。我和女朋友回到医务室，发现小姨和我爸正在说话，两人有说有笑的。看到我们进来，两人立马停止说笑了，尤其是我爸尴尬无比。你们放手追求自己的幸福吧。我看着小姨和我爸言道。我爸对小姨的支持同样不少，再加上我爸人帅，小姨喜欢他不足为奇。而小姨是家中老幺，说实话也就比我大4、5岁而已。我爸不动心是假的，但是我爸顾及我的感受，所以从未正视这件事。可游轮上发生的事情让我爸伤透了心，听到我的话，我爸骂我小兔崽子，滚一边去。7日后，赌船上的人处理好表哥等人的财产问题，扣除掉佣金后打入我账户上1200万元。至于让大表哥未婚妻陪我几日的事情却没法处理，因为这牵扯到人身自由问题，赌船上的人也没法处理。其实我也不在乎了，我女朋友不比大表哥未婚妻差。注意了，之前是租她当女朋友，而经过7日相处，我正式和她表白了，她正式成为我的女朋友了。我同样对她发下誓言，这辈子不再参与任何赌局，
因为我怕有一天真的控制不住自己输掉自己的女人。回到家里后就撞见了我妈，我妈向我借钱，她说几个舅舅、表哥们纷纷在躲债，非常缺钱，让我帮他们一把。我承接了一项工程，专门拉粪，让表哥们、舅舅们过去干活。我看着我妈一眼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我妈闻言顿时指着我骂道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舅舅和你表哥们？有口饭吃就不错了，还挑挑拣拣。”我冷笑道：“另外以后不要找我了。”我妈咬了咬牙，忽然脸上露出凶狠之色，她拿出匕首捅向我的胸口。我慌忙闪避，我妈扑空摔倒在地上了。我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妈，她这是想杀死我。如果我死了，她作为我的母亲会继承我一半的遗产，我一半的遗产也有几百万，足够解决舅舅们和表哥们的危机了。我从来没想到我妈竟然为了她的弟弟和侄子们杀我。你和你爸一样都斤斤计较，你想害死你舅舅们和表哥们？我妈双目猩红地盯着我。我缓缓闭上眼睛离去。我没有选择报警，或许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斩断的吧。回到家后，我写好遗嘱，将财产一分为二，一份给我爸，一份给我女朋友，以免自己哪天死了便宜那帮畜生。我爸和妈离婚了，离婚后我爸和我小姨偷偷的结婚了，我们一大家人直接搬到杭城去住了。从那以后我妈没联络我们，再次见到我妈是在7年后回到老家的时候。我妈背着牛皮袋捡垃圾，真不知道你妈怎么想的，她现在依然不舍得吃喝，节省的钱都给她几个侄子。一个邻居解释道，而且天天被几个侄子殴打，尤其那个叫王耀祖的，整天拿竹竿棍敲他，可他从来不生气。又一个邻居解释道。听到几个邻居的话，我沉默下来。有时候真怀疑我妈被人下蛊了。我曾经看过关于女人的书籍，她们生下来就被灌输着照顾弟弟的思想，灌输一些家族思想。妻子解释道，可也要兼顾自己的孩子吧。我想了想道，或许在他们眼里，孩子首先是婆家的人，娘家才是他们的家。妻子继续道，狗男女，我就知道你们在一起了。这时我妈愤怒的骂声传来，我远远望去，看到我妈堵住了我爸和小姨的车。小姨直接下车，丝毫不惧，看着我妈冷笑，王招娣，是你自己放弃自己的家庭，我挠死你。我妈气得冲上来要挠我小姨，我爸直接出来挡在小姨面前吼道，你敢动王云试试？我妈看到我爸动真格的，顿时怂了。你5个弟弟结婚钱是我出的，他们的儿子吃喝我们家。我爸看着我妈冷声道，我们儿子只是为你出口气，你却还站在他们那边，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做的。我也挣钱了，我用自己的钱养弟弟和侄子有错吗？我妈委屈地咆哮道，没错，我们离婚也没错，我和王云结婚更没错。我爸拉着小姨上车离去了。狗男女，不得好死。我妈跑在后面疯狂地咒骂。我看着我妈的背影低下头。婆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定时打点生活费给她，不能动弹的时候请个保姆伺候她吧。妻子犹豫了下道，她真的可怜。谢谢你，很庆幸此生有你。我紧紧地抱着妻子。